你手边有 Ventoy 随身碟吗？今天我们要来帮他搞个大升级。这不只是一般的教学，这是一个补完计划，要把 Ventoy 的潜力整个炸出来，把它变成一把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无敌的数位瑞士刀。大家都知道，讲到多重开机工具 ，Ventoy 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，对吧？但真正的玩家怎么可能满足于原厂设定呢？所以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要把这个已经99分的神器，亲手把它调校成你心中那个100分的完美工具。好，那我们的补完计划要怎么执行呢？这就是我们的作战蓝图。首先，我们会先扩充它的开机支援，再来加入一些有持续存取功能的作业系统，接着用 Ventoy Plugin 这个工具来客制化，最后再教大家一个 Pro 级的小技巧，直接编辑 JSON。跟着这几个步骤走，你的终极工具碟就诞生啦。好，第一步，我们先来打好基础。我们要帮 Ventoy 解锁一个超实用的新技能，就是让它可以直接读懂 VHD 还有 WIM 档案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以后不用什么东西都转成 ISO 档才能开机了，方便性直接拉满，弹性也更大了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你放心，操作起来超级简单。基本上就是建一个资料夹，然后把2个官方的驱动档案丢进去就搞定了。这3步做完，你的 Ventoy 就像是引擎升级过一样，马上就不一样咯。OK， 我们来动手吧。第一步，在你的 Ventoy 随身碟里面直接新增一个资料夹，记得名字要叫做 Ventoy， 全部都是小写英文。这个资料夹很重要，它就是 Ventoy 未来找所有设定档跟外挂的秘密基地。再来，我们要给 Ventoy 一个翻译举落，到官方的 GitHub 去下载 VHD 的驱动程式。这个小小的档案就是教 Ventoy 怎么看懂 VHD 虚拟硬碟的，下载下来解压缩，然后把里面的 Ventoy_VHDBoot.img 这个档案复制到我们刚刚建好的 Ventoy 资料夹里面。好，一样的动作我们再做一次，这次是为了 WIM 档，去下载 Vim 的驱动，这个档没有压缩，就直接把 Ventoy_WimBoot.img 复制到同一个 Ventoy 资料夹里。你看是不是超简单？这样第一阶段的升级就完成了，你的 Ventoy 已经比刚灌好的时候强大很多咯。OK， 地基打稳了哈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盖房子了。有了更强的开机能力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一些真正好用的作业系统放进来，让这只随身碟变成我们随身的急救包跟行动办公室。那这个阶段呢，我们会先建一个专门放系统印象档的资料夹，保持干净整齐。然后我们会放进2个超好用的工具，一个是轻巧的 WinPE， 专门用来修电脑；另一个是功能完整的 Ubuntu 桌面版。而且我们还要让这个 Ubuntu 拥有记忆力，你做的设定、存的档案，重开机之后都还会在哦。好，为了以后管理方便，我们先在随身碟里建一个叫做 AusImages 的资料夹。相信我，等你以后里面塞了10几个系统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谢自己今天有这个好习惯了。那我们第一个要放进去的就是一个轻量的 Windows PE 印象档，也就是 Boot WIM， 把它放进来，重新命名一下。除了可以当做救援工具，它也刚好可以当我们的小白老鼠，马上来测试一下我们刚刚加的 WIM 开机功能到底有没有成功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啦，到 Ubuntu 官网去下载最新的桌面版 ISO 档。有了这个，你就等于随身带着一整套的 Linux 工作站，不管是要上网查资料、做文件，甚至是写点 code， 通通都没问题。不过，一个用完就忘记所有事情的系统，其实不太方便。所以，为了让你在Ubuntu里面安装的软体、存的档案，在下次开机的时候都还在，我们需要一个叫做持续存取的档案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另外给了Ubuntu一个专属的小硬碟，让它可以把东西都记下来。这一点 Ventoy 真的超贴心，它已经帮我们准备好各种不同大小的持续存取档了，看你需要多大。像我这边就选个4G 的来当范例，下载解压缩，然后把那个大档跟你的 Ubuntu ISO 放在同一个 OS Images 资料夹里，这样 Ventoy 就会知道要把它们2个送作对了。
好，做到这边我们先停一下，对一下中备。你的随身碟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。Ventoy 资料夹里面有2个 .img 驱动档，然后 OS Images 资料夹里面有 WinPE 的 Win 档、Ubuntu 的 ISO 档，还有一个持续存取的 .date 档。都对的话，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咯。骨架跟肌肉都长好了，现在该来调整一下神经系统，让它更好用。我们要来用 Ventoy 内建的一个超方便的图形化工具，叫做 Ventoy Pluxon。用它，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客制化开机选单，改个语言，甚至设定开机倒数计时，让整个体验更顺手。最棒的是，你完全不用去手动改那些复杂的设定档，只要执行 Ventoy Pluxon 这个程式，选好你的随身碟，按一下 Start， 它就会自动用浏览器打开一个设定页面，所有的选项都清清楚楚，用点的就好。在这个设定页面里，你就可以动手玩玩看啦。像是全局控制这边，可以把选单语言改成 ZW， 指定它去 OS Images 这个资料夹找系统，也可以设个开机倒数。但最重要的一步是在数据持久化这边，我们要按新增，然后把Ubuntu的 ISO 档跟我们刚刚放进去的那个 4GB 持久化档案，把它们2个正式配对起来。就是这一步才算真正给了Ubuntu记忆力。好，前面都设定完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Pro Tip 时间啦，算是一个进阶的小技巧。如果你很常用这一支随身碟来处理 Windows 系统，那这个技巧可以帮你每次都省下一点时间。我们要手动编辑一下设定档，让 Ventoy 一开机就自动跳到我们想要的选单。我们要动的档案就是刚刚用 Pluxon 自动产生的那个 VNTOY.json， 它就在 VNTOY 资料夹里。这档案像 Ventoy 的大脑中枢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只是要加一小行字，你看，在原本那行后面加个逗号，然后再贴上这一行，意思就是告诉 Ventoy， 嘿，你开机之后直接帮我按 F4 进入那个搜寻 Windows 的选单哦。存档，然后我们重新开机看看，你会发现，哇 ，Ventoy 这次不一样咯，它会直接跳进 Search and Boot Windows 这个选单，这就是自动化的魔力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选别的，只要按一下键盘上的 ESC， 就可以马上跳回主选单去选你的五步图或是其他工具，非常方便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的战果。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 Ventoy 随身碟开始，一路帮它升级，让它可以直接开 VHD 跟 Win 档，还装了一个 WinPE 救援系统，跟一个有记忆功能的Ubuntu桌面。最后，我们还客制化了开机选单，加上了自动化功能。现在你手上的这支已经不是普通的 Ventoy 了，它是一个真正为你量身打造的终极工具包。这个超强的工具组我们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你准备拿这把万能的数位瑞士刀去完成什么酷炫的专案呢？